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好消息，想保护心血管、预防中风、改善记忆力、调理肠胃，根本不需要次次去买昂贵的保健品。答案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在菜市场几块钱就能买到一大包，它就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花生。你没听错，就是花生。你可能会说，花生能有什么特别？不就是下酒的小菜或者送粥的配菜吗？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接下来我们不讲废话，直接引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的研究，为大家拆解花生到底有多厉害。首先我要讲花生第一个也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说起心血管病，真是谈之色变，血压高和胆固醇高基本上是都市人的通病。那花生怎么帮到手呢？我要先提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医学研究，一份叫做《国际中风杂志》的权威医学论文公布了一项研究结果，数据非常震撼。研究人员发现，比起完全不吃花生的人，平均每天只吃4到5粒花生，你没听错，真的只是那一点点脑梗塞的风险竟然可以大幅降低 20%， 而整体中风的风险也降低到 16%。 至于其他心血管疾病，例如缺血性心脏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和心肌梗塞的风险也都降低约 13%。 大家听清楚，4、5粒花生连一小把都不够，竟然可以起到这么强大的保护作用，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其实背后的原理一点都不复杂。我们平时去餐厅吃一碟干炒牛河或者炸鸡之类油腻的食物，会摄入一种叫做饱和脂肪酸的东西，也就是俗称的坏油。这些坏油进入体内，会慢慢侵蚀你的血管壁，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血管就会像吸满泥沙的水管一样越来越窄，最后一旦完全堵塞，就会引发中风或者心脏病。而花生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好油。这些好油进入身体之后，就好像血管里的清道夫，可以帮助将血管壁上的坏油和坏胆固醇推走，令血管保持畅通无阻。讲到这里，我们再看另一个权威机构的研究。2021年，美国心脏协会发表了一篇关于坚果与心脏健康的文章，文章里面清楚指出，花生除了含有保护心脏的好油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营养物质。膳食纤维进入肠道之后，可以吸附住多余的油脂和糖分，阻止它们完全进入血液，从而达到控制血压和降低血脂的效果。美国心脏协会的数据同样显示，长期每天吃4到5粒花生的人，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不吃的人低 13%， 中风险低 20%。 而且文章中还提到多种常见坚果，例如核桃、开心果、腰果、杏仁等等，对心脏的保护作用都非常明确。花生虽然在植物学上属于豆类，但它的营养价值与坚果相比一点也不输，绝对是平民版的护心神器。接下来我们要探讨一个很多都市人都面对的隐形杀手，叫做代谢综合症。所谓的代谢综合症，其实就是一连串危险因素的集合体。如果你有大肚腩、血压偏高、血糖又好像坐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就很可能已经中招了。有这类问题的人，将来患上冠心病、脑中风、2型糖尿病，甚至肾脏和周边血管疾病的机会比普通人高出好多倍，死亡率自然也跟着飙升。那么花生对这类高风险人群有没有帮助呢？2011年，全球医学界非常权威的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大型研究，研究人员找了224名患有代谢综合症或者属于高风险的志愿者来进行实验。研究结果得出一个非常具突破性的结论，他们发现只要每天吃适量的花生，用来代替部分平时吃的精致碳水化合物，例如我们天天吃的白饭或者白面包，竟然可以在不增加体重的情况下，明显改善这群高风险人士的心脑血管和代谢健康状况。这个研究结果直接打破了很多人长期以来的误区。很多人以为花生热量高，吃了会胖，但其实重点在于你怎么吃。研究教导的方法不是吃饱饭之后再额外多吃一把花生，而是用花生来代替部分的淀粉质。例如你平时吃一碗大米饭，现在就改成吃小半碗饭，然后配上一小把花生。因为白饭这类精致淀粉质吃进去之后会很快转化成糖分，令血糖急速上升，但是花生含有丰富的纤维和蛋白质，可以减慢糖分的吸收，让血糖平稳。所以只要控制好总热量，吃花生不但不会让你变胖，还可以帮你挽救崩坏的新陈代谢，稳住心血管。我在讲花生第二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超级功效，就是对我们的大脑有莫大好处，特别是对认知功能和压力反应的改善。很多上班族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对着电脑又要应付上司，又要处理杂物，真是少点脑力都跟不上。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思维迟钝，记性变差，
压力大到喘不过气。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过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专门针对18到33岁的年轻人，研究人员招募了63名参与者，对他们进行长达6个月的精准营养干预。结果发现，吃花生和花生酱对这群年轻人的认知能力，也就是我们讲的记忆力和反应速度，还有面对压力时的反应，都有非常正面的好处。那花生里面究竟有什么法宝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大脑呢？研究人员分析，主要归功于花生里面丰富的多酚类化合物。大家可以将多酚想象成大脑神经的防晒剂。我们的大脑每天高强度运作会产生很多自由基，就好像铁钉会生锈一样，伤害我们的脑神经。而多酚就可以帮大脑清除这些锈迹，保持大脑灵活。另外，花生可以帮助身体提升短链脂肪酸的水平。这种短链脂肪酸其实是大肠内好菌在分解膳食纤维时产生的物质。近年医学界有一个叫做肠脑轴的概念，就是说肠道健康与大脑情绪记忆直接挂钩。当肠道内耗菌蓬勃生长，身体就会分泌更多令人开心、放松的物质，自然可以减轻压力。还有花生和花生酱里面也含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 E， 维他命 E 是大脑神经的保护罩，可以保护神经细胞免受破坏。同时，花生里的营养素还可以协助将葡萄糖转化为大脑神经需要的能量，帮助大脑保持满油状态。虽然研究人员强调背后的生理机制还需要做更大型的临床试验和更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完全确定，但是花生作为一种健康坚果，适量食用可以帮年轻人增强记忆力和抗压能力。这一点其实也毋庸置疑。如果你平时上班想要脑转速快一点，不妨试试将下午茶的薯片零食换成一小把花生。讲完西方医学的权威研究，我们转个角度，从中医角度来看，花生究竟有多厉害？其实在中医眼中，花生简直是平民的养生宝物，主要有3大功效，分别是健脾和胃、润肺化痰以及润肠通便。我先讲第一个功效，健脾和胃。中医古籍本草纲目11里面有句话讲得很清楚，花生味甘气香性，平入脾经，能健脾开胃，饮食难消者宜之。翻译过来就是花生味道清甜，带有香气，性质平和，归入脾经和肺经，最适合那些消化力差、吃东西总觉得顶住胃的人。现代都市人10个有9个都有胃病，很多时候是因为饮食不定时，又喜欢喝冷饮，搞得脾胃虚弱。如果你平时吃得少，面色苍白，手脚经常冰冷，走2步路就喘气，有时候还会头晕眼花，心跳加速，舌头伸出来看一下颜色淡白，舌苔薄薄一层，那多数是属于脾胃气阴不足的体质。这类人最惨的就是吃完东西之后胃会不舒服，总是觉得胀住，不停打嗝，甚至会胃酸倒流，胸口觉得火烧一样，酸水涌上喉咙。遇到这种情况，吃适量的花生就可以起到很好的舒缓作用，因为花生可以温和的帮你的胃打好底子，令脾胃运作的顺畅一些，食物自然就容易消化，不会堆积在胃里发酵产生胃酸了。接着讲第二个功效，润肺化痰。大名鼎鼎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都记载过，花生能够润肺化痰止咳。不过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不是所有咳嗽都可以用花生，这里有个极大的误区，一定要精准拆解，究竟哪种咳嗽才适合吃花生呢？关键就是肺阴不足的人，怎样辨别自己是不是肺阴不足呢？大家可以对照以下特征。如果你久咳之后或者天气干燥的时候，咳嗽没什么痰或者有痰，但非常粘稠，很难咳出来，甚至觉得喉咙干痒沙哑，同时你整个人比较消瘦，手心脚心经常觉得发热烫手，舌头伸出来颜色偏红，而且上面没什么舌苔，光秃秃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肺阴虚咳嗽。这类人吃花生就最合适了，因为花生可以滋润肺部，就好像帮干旱的肺部淋水一样，滋润之后那些顽固的黏痰就容易化解和咳出来。但是另一种情况完全相反，就是痰多到咳不完，而且咳出来的痰是一坨坨，颜色是黄色或者绿色的，舌头伸出来，舌苔又厚又腻，整个人也觉得闷热烦躁。这种情况多数是属于湿热或者痰热运肺，这时候就千万别碰花生了，因为花生本身略带一点腻质，如果你本身已经湿气重，再吃花生就会令痰越来越多，病情反而会加重。大家一定要分辨清楚。第三个中医功效是润肠通便，这个好处很多人真的讲不出口。便秘其实也分好多种，有的人是因为吃的热气，东西太多而燥热便秘，但有一种便秘在老人家或者生完孩子的妇女身上特别常见，这是因为阴血亏虚而引起的便秘。刚才讲肺阴虚的时候大概描述过，这类人平时容易烦躁，手心脚心发热，甚至有轻微发热感，脸上颧骨位置有点潮红，夜晚睡觉总会无缘无故出一身大汗，中医叫盗汗。
如果这类阴血虚的人同时有便秘，通常大便像羊粪一样一粒粒，每次去厕所都拉得很辛苦，大便又干又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肠道就好像一条滑梯，想东西顺畅的滑出来，滑梯就一定要有足够的水分和润滑油。但是阴血亏虚的人，身体连基本的津液都缺乏，肠道干涸，大便没有了水分的滋润，当然就卡住了花生。含有丰富的油脂，吃进去就可以发挥润滑肠道的作用，就好像帮干涸的滑梯抹上润滑油，令大便可以顺利滑出来，解决便秘的烦恼。听到这么多花生的好处，是不是恨不得立刻下楼买包花生回来吃呢？先停一停。最后我要跟大家强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花生究竟应该吃多少，怎么吃，哪种吃法才是最健康的花生，不可以当饭吃，过量一样会出事。我们最好将适量的坚果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分量方面，每个星期最好食用50到70克坚果。50到70克究竟是多少呢？除以7天，每天其实大概就是10克左右。10克花生有多少呢？其实就是大约10到12粒花生米。这个分量真的不需要多，每日一小把就已经足够你吸收所需的营养了。大家千万别看电视或者刷手机的时候，不知不觉吃掉半包花生。如果每天吃花生的分量远超这个标准，卡路里和脂肪一定会超标，到时候不但护心无用，还会搞到体重飙升。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烹调的方法。街边卖的那些炸花生、鱼皮花生或者裹满糖浆的甜味花生虽然很好吃，但是经过高温油炸，花生里面的好油已经被破坏掉，还沾满了盐分和大量糖分。这样的花生完全达不到健康的效果，反而会令你热气、喉咙痛，甚至令血压飙升。最健康的吃法就是买生花生，连着那层红色的花生衣一起用水煮熟。你可以加小半勺盐或者一点盐调味。水煮花生不会破坏里面的营养，也不会令你吃到热气。那层红色的花生衣更加珍贵，中医认为它有很好的补血和保护血管作用，千万别丢掉了。另外，大家买花生一定要留神，如果发现花生发霉或者有奇怪的异味，要立刻整包丢掉，千万别贪便宜。晒一晒就当没事儿，因为发霉的花生会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一种超级强烈的致癌物质，高温煮沸都杀不死，吃进去对肝脏的伤害是无法挽回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好了，最后总结一句，只要你每天吃10粒左右，最好是水煮花生，用来代替一点主食，就可以帮你通血管、防中风、补脑力健、脾胃、润肺通便。记住，一定要分清楚自己的体质痰多，湿热的人就忍一忍。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实用，记得点个赞，顺手订阅频道并把小铃铛打开，这样之后有新的健康知识更新，你才不会错过。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次再见。